天不是飞巴黎吗？今天晚上大雾天气，航班取消了。喂，大师爷，我看见你那土豪男朋友跟另外一个女的在一块儿呢。你这招也太俗了吧！我亲眼看见的好吗？行了，你这是明显的吃醋，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别以为谁都跟你一样，爱心泛滥。我从他俩的眼神和表情我就看出来，他俩绝对是奸情燃烧的岁月。你那眼睛，见谁都奸情燃烧。你怎么说我都行，你骂我都行，要么你就自己亲眼过来看一下。待会儿我把门牌还有小区的门口我都给你拍下来，你看看是不是他住那房子。不麻烦你了，也谢谢你对我的关心。我的事儿我自己会解决，别再给我打电话了。喂，刚子回来了。大哥，查清楚那鱼记底细。别提了，跟丢了，跟丢了。哎，你们两个什么情况？刚子啊，你不是说过再也不干这种缺德事了没？你要不太缺德，谁跟钱过意不去？你这德缺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。今天我碰上我前妻现在的男朋友，就那盖房的那人生导师，那孙子，真孙子哎！他怎么孙子了？他一边跟我前妻好着，一边还跟另外一女的好着，脚踩两只船。哎呀，不过你前妻确实挺倒霉的，为什么找来找去都找你这种花心大萝卜呢？我跟那孙子不一样啊，那孙子是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你是吃着锅里的，看着超市里的。挤得我有瘾是怎么着你？好了，哎，你说事，然后呢？我直接给我前妻打电话，我断你后路，我揭你老底儿。然后呢？我前妻压根儿不信我。那足以证明你在他心中的信誉度啊，基本上就是负数。无所谓，这都不重要。早晚啊，有一天，我前妻她会哭得很有节奏。看看你那小心眼儿那样，你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吗？他为什么不相信你？对。你今天不是飞巴黎吗？今天晚上大雾天气，航班取消了。我都没想到，在那一刻，他的脸上竟然还挂着职业般的微笑。你真的得想办法让你前妻相信你。你实在不行啊，缺德就缺德吧，你就去跟踪那个孙子，把他那个亲亲我的镜头拍下来，给你前妻看。对，我得把那孙子所有的罪行都给他拍下来，给我前妻看。哼。孙子，好戏要开演了，我跟他死磕。姐，我那个盯着于记的室友说那个于记最近在你们社区附近晃悠呢，他可能要偷拍你，你一定要小心点啊。大赵，你眼神机灵一点，看看周围有没有于记在盯住。好嘞。谁狗仔队？干嘛？
你！小张，你看，啊，你管着吗？啊？又狗仔队啊！看来他是心虚了，还找人来了是吧？我警告你啊，躲远点啊，小心溅一身血，听见没？见血！今儿我让你先见血。那就报警了啊！对。回来了，刚子。哎，你嘴怎么了？别提了，那孙子居然敢找人打我，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哟？下三滥嘛！你别看他长得人模狗样，真不是东西。你为什么没报警啊？报什么警啊？他跟踪偷拍，肯定是侵犯别人隐私在先。他报警属于自投罗网。说什么呢？本来我不想管我前妻这点破事儿。行，既然他找人揍我，我就跟他死磕了。对，跟他死磕。到时候我叫小健陪你一起去，向你前妻作证。小健一看就是好孩子，我一看就是那种有品位的贤妇良妇，我就不信了，3个诸葛亮还赶不上一个臭皮匠，给他干！怎么？看上去你心情不太好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有人告诉我，说你和一个妖艳的女人手拉手进了公寓。后来一想，他一定是认错人了。一定是你那个前夫吧？他看着你比他过得好，他心里边肯定别扭。刚才看见你来接我，一切疑虑都消失了。师爷啊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暂时的分开。你怎么又来了？烦不烦啊？我都觉得我自己烦。本来我想咱这辈子咱都不见面了，但是既然我碰上这事儿了，我就必须得告诉你，要不然我良心过不去。谢谢你的良心，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哎，你看见我这伤了没？这是为你受的伤。还要我给你报医药费啊？你能不能信我一回？我是眼睁睁看着他跟那女的进的屋。哎，我说那土豪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啊？今儿我还就把话给你撂这儿了。你要是不信我的话，过几天你就等着哭吧。王叔，那个，这位男女士，我叫高大上，我是刚子的室友，也是他的老大哥。我是一个美容医生，是当代很著名的贤妇良妇。我说的话都很负责任的，你可以不相信他，但你必须要相信我。当然你也可以不相信我，那你就行，你只能相信我了。你应该是有脑子的，你用笨办法想想，他骗人有什么好处？妹妹，我是他房东，也是他室友。说实话啊，他的人品吧，我确实不敢保证，但他说的话确实都是真话。什么意思啊？组团来忽悠我是吧？怎么回事啊你？我这么做绝对不是为了换回什么狗屁爱情，我这纯粹是出于个人爱好，我就好打抱不平。啊，当然了，你也可以把这当做是我对你的一点小小的补偿吧。谢谢，你没有对不起我，也不必自责。
再见。这位贤妇良妇，请你让一下。打算怎么办啊？你们俩回公寓吧，我就去那孙子别墅那门口堵着，我就不信他俩不幽会，大不了我开车跟着他，我一定能拍着他俩的证据。哎呀，这缸子都已经折腾3天了。来来来，对呀，奇怪了，他前妻为什么就不相信我？不是人家不相信你们，是你们根本就不值得相信。他前妻谁都不信好吗？那我们怎么就不值得人相信了？我们俩长得像骗子吗？你好好看看，我这典型的一副忠厚老实人的脸，我像骗子吗？真骗子就你这样，表面一副忠厚相，内心不知道有多龌龊。你说话负点责任吧，谁龌龊？我是标准的贤夫良妇。你内心邪恶。行了，你俩干嘛呀？见面就掐，上辈子冤家呀！我看在你又要进入自己那种状态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反正你们律师嘛，就喜欢拨动别人的神经，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。我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？扰乱人心。哎呦，无药可救。我告诉你们吧，刚子的前妻就是怕了，一朝被蛇咬，10年怕井绳，你们懂吗？所以我们要告诉他呗，我不想再让他被蛇咬了呀。那也得分方式方法第一。好嘞好嘞，还吃不吃饭了？饭都凉了。喂，你现在和小健马上过来帮我来，这回我看得真真的啊，他们俩刚进屋，就在高尚社区，我这就到小区门口接你们去啊。别吃了，那个缸子那边有事了啊。你就在自己的状态里自娱自乐吧。这个菜算我的，我买单啊，我不花女人钱。谢谢高老板。包小磊，你能不能有一点人情味啊？几个大男人为了让一个女人相信曾经伤害过她的男人的话，在这大费周折，真是愚蠢至极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怎么样才能让蓝诗意明白呢？金继刚说的不是假话，我相信蓝诗意也未必认为他在撒谎，只是不肯面对现实。这种事情还是让他自己证实比较好。喂，乘务长，我今天家里有个急事儿，想请个假。今天晚上航班我飞不了了。宝贝儿，洗完了没有啊？马上就出来，看把你急的。喂，你忙什么呢？我这不是正打算洗澡吗？一看是你的电话，马上过来接了。我在去机场的路上，今晚飞巴黎航班。你这一个来回又得好几天，可多注意休息啊。嗯，你在家吗？对呀。还有谁啊？就我一个人呢。真的吗？那还假得了吗？这2天呢，忙得我是手脚朝天的，难得的一个人在家里边安静的待会儿，这种感觉真幸福啊！当然，有你在我的身边就会更幸福啦。太好了，那你等着我，我去陪你，幸福到死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你这个消息对我来说，那简直就是一个超级的 surprise。你不是今天晚上飞巴黎吗？刚才忘了告诉你，今天晚上大雾天气，航班改期了。啊？又是大雾天气啊？什么？
没什么，这就叫人不留人，天留人。等着我啊，一会儿见。谁的电话跑去外面接了？前妻来的。本来呢，他和孩子今天晚上要飞巴黎的，因为大雾的天气没有飞成，航班改期了。都已经是前夫了，还跟你前妻联系啊？我这不是关心孩子吗？儿子非要来见我，一会儿他就把孩子送来。你呢，赶紧先换好衣服啊，到酒店开个房间等我，好吗？你前妻来了怕什么呀？他又无权干涉我们交往。哎呀，宝贝儿，不要为难我好不好？我见一下儿子，马上过来找你。我走了啊，你快点过来，我等你。开好房间，给我发个短信。知道了。来。你喝酒了？啊，这不是前妻和孩子来过吗？哎，你不介意吧？我介意什么呀？我不是也结过婚吗？你喜欢吗？啊？这是我特意为你买的珍珠耳环。早知道你送我这么漂亮的耳环，我就应该先扎2个耳朵眼儿。啊？你见我戴过耳环吗？我们上班的时候是不允许戴的。我把这个问题忽略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对你太不细心了。没关系，耳环未必要戴，也可以用来珍藏的。你简直是太有诗意了。你不但人长得出众，气质好，还善解人意。仁哥，麻烦你给我倒一杯水吧。好。亮着灯那个，来喝水。谢谢。你好像有心事啊？没有啊。我能有什么心事啊？仁哥。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。反正我是跟那土豪死磕了，他不是找人揍我吗？我就饺子春梦，过来再说。哎，刚子，多多少少我也算个名人，我是要顾及脸面的。我经常在电视上讲如何忠诚爱情的理论，我怎么可能做出违背爱情的事情来呢？好，我相信你。今天晚上我留下来，明天一大早你送我去机场。怎么老那么冲动啊？你有计划了吗？你有的话给我们说一声啊！有没有这些准备啊？拿个砖头、什么棍子什么的？快，要这么刀光剑影，这么刺激啊！反正是打个比方。你以为我像他似的能用这么下三滥的招？咱们3个就装成查水表的，只要他一开门，我冲进去就照相，这不就行了吗？这个好，进去之后咔一通呗。哎，卡死你！脑子进水了吗？咔！你一敲门，人一开门，2个人已经分开了，你找谁呀？难道说你摆好相机，人家在缠绵在一起让你照，摆 pose 吗？不是，那照一些屋里的情况也行啊，比如说什么凌乱的被褥、
不整的衣衫，惶恐的眼神，这就够了。对啊，什么情况啊？这是你想的计划，我觉得还不如答应的更下三滥。咱是堂堂正正男子汉，这多鸡贼呀！那你说怎么办？哎呀，坏了坏了！公司还有一个急事儿，我给忘了，还等着我去处理呢。那你赶紧去吧。谢谢你，我就喜欢你这一点，善解人意。要不这样，我们敲门，他一开门啊，什么人？我们要义正言辞地告诉他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不要脸的证据啊！他这是在玩火必自焚，他肯定会觉得很丢人，因为我们是普通人，他是名人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大丑闻。你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啊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？我当然愿意啊，诗怡啊。其实，结婚就是一纸契约。如果有爱，那就是一张废纸；如果没有爱，那就是一件枷锁。所谓家，就成了牢笼。我谈恋爱的目的，就是奔着结婚去的。对，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，就是耍流氓，就是下三滥。对，你直接就质问他，你不是喜欢蓝诗意吗？你要不要跟他结婚？你要跟他结婚就一心一意的跟他结婚，你不想跟他结婚就赶紧跟他分手，让他滚，快滚！那孙子不是愿意给人当人生导师吗？今儿咱哥仨就给他当一回人生导师。走，快走，小心点啊！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这种事我一个贤夫良夫我去不太合适啊。你们两个年轻，你们也不在乎啊。再说我要给你们当个后援啊，万一要出点什么状况，我打110好保护你们啊！快去吧，小心啊！快去。你们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。我想跟你进行一场男人与男人之间的谈话。有什么可谈的？你故意诋毁我，有什么可谈的？我那是亲眼所见的事实。你连跟踪这种下三滥的活都干不好，还谈什么亲眼所见事实啊？你找人威胁我，你总该没忘吧？你找人打他，你总记得吧？我在这里郑重地告诉你，你挨打与我无关，智商不高的人才打人。少废话，有本事叫你屋里那出来。我凭什么让他出来呀？再者说，你们有什么资格在我门前撒野呀？我今儿还真就撒野了，走开！拍呀！拍呀！最好来个连拍。诗怡，好。蓝诗意，你去哪儿啊？诗怡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这他妈什么情况？大变活人呢这儿！你不是说你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吗？你睁眼瞎呀？一开门丢人，快走人吧！
说呀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一个离了婚的男人还跟前妻纠缠不清，你说你对得起我吗？好了啊！男人对待感情要忠诚，我们男人也应该守贞洁，感到你个骗子！你个骗子！骗子！你骗我！你真的没有骗我，是我自己一直在骗自己。你就是太要强了。他们其实早就好上了，为了避开我，还去酒店开了房。你找他们去了？我去了，但是没有进房间。哎，那你怎么能确定呢？有了你的前车之鉴，那种场面，我这辈子不想再见到了。都怪我那天没好好看天气预报。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，都怪我呀，我错了。从结婚到恋爱，我们俩在一起2年，你只干了一件好事，及时打碎了我的美梦。谢谢你。谁的繁华不曾守候日暮？谁的拥有能够无需付出？有谁的美满可以天诛无辜？别问我什么是幸福，人生贵在难得糊涂。我想我们可能以后不会再见了。谢谢你，刚才。以后你谈恋爱的时候长点心眼儿。别问我什么是幸福，不如一起向前走好每一步。我也得干点正事儿了。郝小健让我盯着那娱记呢，孙子跑哪儿去了？有道是人怕出名猪怕壮，娱乐八卦无真相，是是非非无止休，新欢旧爱不重样。是，我就这样，小爷我绝对不会把人生浪费在无聊的事儿上。可是有的人他偏偏就是想不明白。没见过美女啊？叫我。哎，神经病啊你啊！姐，我们当时离婚不是为了买第2套房子吗？是啊。那买完房子不就可以复婚了吗？对啊。那什么时候复婚啊？你要想复婚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去啊。但是你觉得，现在咱俩的差距还能复婚吗？小健，我知道你为我做了很多，我很感激你。
那套房子以后就归你住了。那我是拥有产权还是居住权？那房子居住权是你的，产权是我的。明白了。我的经纪人非要让我和你签一份契约，你必须承诺，绝不把咱俩的婚史泄露出去，否则我随时会收回那套房子的。姐，我爱你。这怎么回事？别说跟你没关系。真的跟我没关系。你跟这个叫无良的于姬都说了些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你发誓？我发誓。小姐，咱们俩以前的事儿已经被外面这些娱记注意了，他们会像挖矿一样从你这挖新闻。姐现在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如果让我知道有一丝一毫的消息是从你这泄露出去的，你必须遵守承诺，马上从这搬出去。听明白了吗？姐，我保证我什么都不说。小姐，姐走到今天不容易，姐想成功，你别毁了姐啊！姐，你好好的，要爱护自己。正了吗？帮姐戴戴。看不出是我的啦。拜拜。小健，哥，你可真是稀客啊！一个礼拜没见你了，在屋里练长生不老药呢。还长生不老嘞，都快饿死了。那就出去吃饭呀。哥，帮我买一箱方便面。我马上就去上班，晚上回来带给你。我这饿成相片了。去找芳姐叫外卖。老叫外卖吃不起。那就网上叫个餐。哎呦，不想去见陌生人。去找艾哥帮你忙。来了，看到没得？看到就是那个男的，那个穿灰西服的那个。飞西服。哎呀，那个灰西服，哎呀，就是那个个子大、脑壳大、屁股大、三围特别大的，相当的好记哦。行，我记下来了。这个就是假西西的前男友。不是他，假西西的前男友是那个有个小辫子的那个，已经好多天见不到人了。那我跟着他干什么呀？你跟到他是为了先认识他，再接近那个小辫子，晓得了不？那我怎么接近他？还利用你的优势噻！你看你这么年轻漂亮，柔情似水，哪个男的看到不想揪两下？吴老师，你说点正经的。假西西跟那些女明星一样，隐瞒了自己的婚恋史。我想这种事情只要生娃就是爆料。到那个时候，我竞争副主编，
你转正都没得问题。女明星的私生活这么有价值呢？钱我走了，走吧，我真走了。走吧，我又不想你。我想你啊，你面都泡上了，钱还没给我呢。算在房费里吧。以后你别再让我帮你买任何东西啊！你要是把欠我这2个月房费都交齐了，我可以天天去慧芳姐那儿点外卖。姐，本来我想给你来着，但是阿美这2天老带我去酒吧，一去就点好酒，2次就把我房租给喝没了，我也纠结。高大上医疗美容医院，100万的台阶，我已经踏上了3万了。高大夫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快请进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请坐，请坐。哎，请问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小燕。你对自己的形象还不很满意？我是一名报社的记者，但是我想做电视主持人。明白，上经理要求比较高。你这个眼睛呢，我认为应该再搁点深一些，突出。鼻子呢，最好整成希腊鼻，就是坚挺，特别坚挺的那种。高大夫啊，您对美还真有研究。哎呀，那您太太肯定特别漂亮吧？你呢？太好了。这有什么好的？我的意思是说啊，我们现在正在做一项成功男人离婚现状调查，您太符合我要采访的条件了。那您现在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呢？我暂时借住在一套公寓里，和2个混混在一起。混混？我就是打个比方，也是2个离婚男人，室友不错的。哎，太好了。又好啊！我一看您，我就觉得您是那种比较低调、不爱张扬、不是奢华的那种男人。俗话说得好嘛，会咬人的狗那都不叫。我是说啊，成熟的麦穗儿往往都是低着头的。这个比喻很恰当。有人来，来喽！把门带上。哎呦，鲍大律师啊，有何贵干的？郝小健在吗？你说你这来了，不是找高大上，你就找郝小健，你就不能找我一回？我看你一眼都会抑郁的。嘿，哎，刚子，等你下次离婚，我找你，还帮你打离婚官司啊。谢谢你，冲你这句话，我这辈子都不结婚了。勇敢一点，爱需要勇气。郝小健。你笑我害怕。你修炼什么呢？网聊还是游戏啊？你去帮我修一下电脑行吗？等我吃完这个行吗？你老吃方便面哪行啊？到我那儿去，我那儿有好吃的。你快走吧，走吧，快点。那我能看一下您的住处吗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绝对属于闲得慌，没事来这找我闹着玩。不是高老师。行了，你肯定不是来整容的，你快走吧。哎呀，别耽误我功夫了。再跟我聊一下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李护士，高大夫，听我说一下吧。我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在报社当实习记者。我们的实习的工资比低保高不了多少，我还不一定能不能转正呢。我们出去采访的时候，人家都不爱搭理我们，人见人烦，有的时候还会被当狗一样的赶出来。我这次要是采访不了您，我可能饭碗都丢了，我怎么办啊？我不是故意骗您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别哭，姑娘啊，不就是采访吗？我答应了，随便采，你想怎么采就怎么采。你说吧，咱上哪采方便？去你家。
我有一个最大的目标，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一流美容医院。成功男人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嘛。喝水。哎，好，谢谢。我跟其他的美容医师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我强调的是要给人自信。我特别想给您照张照片，您看您需不需要整理一下或者准备一下？哦，对，当然需要。虽然我这个形象气质还可以，但是报纸拍照这种事不能马虎啊，那我去换一个。好，好。稍等啊，随便第一个。为什么离婚？咱受不了了。因为猜忌，不信任是婚姻的天敌。多么优秀的男人，因为老婆的猜忌都会被拒之门外。为什么选择净身出户？虽然我是一个优秀的成功男人，但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老婆孩子。哎，学员，我这身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您太帅了！拜拜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突然有个紧急采访，下回再约您。什么事这是啊？白准备了吗？女明星勾的屌丝前男友，这是假兮兮。哎呀，这假兮兮的，被你给我搞糊涂了。这不是小健的前妻吗？看这照片，这谁进来的？太好了，您太帅了！拜拜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突然有个紧急采访，下回再约您。高哥啊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说这个报道对小健会不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？不会啊。现在这女明星家的狗都能成名狗，这是要火的节奏啊！哎呀，小健要火呀，这是。哦，小健，你是不是想借我出名啊？姐，我都10多天没出门了。报纸上曝光照片怎么出来的？现在好多人都怀疑我就是那个勾明星，不少人网上骂我忘恩负义。你忘了你的承诺了是不是？报纸上又登什么了？我真不知道。报纸上的照片是你的房间，难道你的房间进鬼啦？你房子里的租户都是什么人呢？都是好人呀。好人怎么把你房间照片都传出来了？房子不要出租了，让他们搬走。姐，事情还没查清楚之前，把人家撵出去不好吧？让他们搬出去，要不然你就给我搬出去。哎呀，小健，你这是要火呀？我要火。啊，我要发火。这些照片是你给狗仔队的吗？啊？不，等会儿，你什么意思？再问一遍。我再问一遍也是一样。这些照片是你给狗仔队的吗？这个问题你就不该这么问。我是谁啊？我是爱新觉罗金继刚啊！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，我也不可能出卖朋友啊！是，小健，你爱哥肯定不能出卖朋友啊！不是他是你啊？是。得了吧你！
你给我讲清楚。你凭什么怀疑我？偷拍跟踪就是你的工作，你不最喜欢看福尔摩斯吗？啊，对呀，我都玩福尔摩斯了，我稀得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吗？问你自己。这事儿要是谁干的，谁出门让车撞死。好，不带这么咒人的，不带这么咒人的啊！过了，这个事儿都是我干的。高哥，你别做核实，跟你没关系。那就是跟我有关系。对呀。哎呀，对什么呀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跟你有关系啊！是啊。谁信啊？跟你讲，这个照片是谁发的？今天立刻给我搬出去！贱！你要再往哥脑袋上扣屎盆子，我可不客气。我一点都不怕你不客气，立马给我滚蛋！哎呀，气死了！我觉得这住不下去了，哥，我滚，我立马就滚。我滚之前我能揍他一顿。不，刚子你千万不敢！你是哥哥，你岁数大，你听弟弟一句话啊。不是我是说他岁数小，我回头我好好说说他，我跟他说明白这个事跟你一点关系没有，都是我的错。哎呀，哥，你这，我是真不怕影子邪啊！你甭替我顶包。我没有替你顶包，我就脑子真是长爆了。行了，你就别折腾了，我这就走，我这就找人给我搬家去。不，刚子，你听我说，刚子你不要，刚子你记住没有？刚子，停！干嘛？哎呦，行了，你的心情，哥哥完全理解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哥哥带了一个女记者回来屋里待了一会儿，估计这照片是他偷拍的。你带个女记者回来偷拍照片，你图什么呀？是可以给你钱了，还是给你用美人计了？你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我是上当了。现在想明白了，肯定是他偷拍的。回去我跟小健说清楚，跟你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快，走！真的假的？我能骗你们？韩小健，开门，接快递。高大上的汇款单，他不在，你可以帮他签收一下吗？谢谢。怎么了，小健？是高大上干的，他把我出卖了，我还误会经纪刚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自己看，他把房间拍下来发给报社了，这是给他的信息费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小姐，我必须告诉你啊，那照片可能是女记者拍的，我上当了。是你把他带来的吧？狗仔队给了你多少钱？给我什么钱呀？我是被那个女记者忽悠了。5000块钱你就把我出卖了，拿着你的信息费，立刻滚蛋！高大上，没想到啊！小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走吧，汇报。哦，汇报。我先跟他说2句吧。多大点事儿啊！你把这事说清楚不就完了吗？慧芳，难道你也认为我会为了这么点钱出卖朋友的隐私吗？我不信，我觉得你不是那样的人。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我知道我傻了啊，我就是没想明白，你又不是故意的，又没收人家钱，你干嘛不把这事儿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说出来呢？我说了，他们不信我呀。你要是想让他们信，他们是一定会信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是没说清楚嘛。你这个人啊，是个好人，但是遇事儿总是婆婆妈妈、啰里啰嗦的，把个简单的事情给整复杂了，到最后拼命去解释，越解释越不清楚。
好人是好人，但是总是好心干坏事，脑子忘了。哎，这就走啊！结实了！我把女记者带到这屋里来拍照片，我就为了挣5000块钱。高大夫，我收集了国内影响比较大的美容医疗官司的资料，院长让我给你一份。鲍律师，你等等，我正想给你解释一下呢。你没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？小健现在彻底不信任我，把我从家里赶出来了，我现在只能住在医院里。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让我同情你吗？我要你相信我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？你为什么总是被别人误会？因为我欠揍。那你还有救？我真的是上当受骗的，报社的钱我1分都没有收。我作为这儿的美容专家，我有必要挣这个钱吗？收没收报社的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件事考验一个人的诚信。我很诚信了，我从一开始我讲了好几遍说是我干的，可是他们没一个人相信我呀。这个黑锅我背不下去了。小健，啊，你站他干嘛呀？你还哪儿领钱去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误会高大哥了？他也不至于为了这点钱出卖我。是不是都让你给说了？你知道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？他都承认了，你还赖我。我姐一生气，我也不冷静了。对不起啊，我姐不容易，我帮不上她什么，我也不能毁了她。哎，回来了。你们2个马上跟我走。干嘛去？去报社。我要找那个女记者，当面向你说清楚，我是不是上当受骗，我是不是收了信息费。我要让那个报社当面向我赔礼道歉。马上给我走。麻烦问一下，你小营人是你们的？好，谢谢。喂，这小人在这儿。你谁呀？我谁呀？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吧？啊，有事吗？当然有事了。什么事啊？你说我有什么事啊？说。你凭什么跑到我朋友的房间去偷拍人照片？你凭什么编的瞎话说要采访我？你还不采访我啊？你就是个骗子，你知道吗？你跟我朋友说清楚，弄得我们兄弟反目，我无家可归了。你跟他说，你说我收没收你报社的那个信息费？我不放，我不放。你不放我喊人了。你喊，我不放了，别嚷！跑不了和尚，你跑不了命。找他领导。好，那就这样吧。放心啊，大力。哎，你找哪个？请问你是总编吗？啊，就这你，找我走走。你的手下
用很不好的欺骗手段获取信息和照片，还在你们的报纸上发表了。你作为领导，你是否给个解释呢？哎，莫名其妙。哎，你这是么子领导？我凭么子要跟你这解释？什么意思啊？莫名其妙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凭什么要跟你们解释？什么人你都应该解释，你是领导，你没责任吗？左边，您别着急，这事我来解决。小姐，你先回去，回头我再跟你解释。你怎么回事啊？我说的话你都不听了？这事我已经和报社谈开了。你谈开了，我还没谈开呢。你的手下都是什么人品啊？啊，编着各种瞎话，说是要采访我，结果没有采访我，是跑到人房间去偷拍人的隐私，这叫侵权，你知不道吗？你看我这报社侵权是吧？你快点回来告我这个！我跟你讲，到哪里去都没得关系。我这经常是来的在干谁对谁错都没得用啊！你这去。他娘一句都没听懂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我们报社侵权是吧？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我，你到哪里都没关系。我们俩在这说谁对谁错根本都没用。你去。你撵我走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个事甭想混过去，我哪都不去，我就不去。你私闯我的办公室，还违禁我，我随时可以报警，晓得不？我听懂了，是要报警吗？最后一句，报警报，现在就打电话。我正想让警察来评评理，到底谁对谁错。我告诉你，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你想说法是吧？我就像我没钱的，法院啊要我给几度都没得关系。他人不要下次我来给他文件。你有本事说普通话。文边，你别生气。小姐，马上带你这个朋友走，这件事我已经不计较了。你不计较就完了吗？我还计较呢。你的名誉是名誉，小姐名誉不是名誉吗？我的名誉不是名誉吗？你谁呀？你以为你名人吗？你就是个人名。你又是谁呀你？我是正大光明的人，我首席美容师，怎么了？我是侠客杨后。您先坐下。小姐，你真答应他要撵我们两个走了？就是，我说你往外撵我们俩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姐的事情被曝光了，她不想你们给她带来更多的麻烦。不是，你这房子你租给谁？怎么租？跟他有1毛钱关系？哎呀，你们不知道，我跟她离婚的时候讲好了，不能跟别人讲出我们的婚事。如果讲出来了，连我都要搬走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撵你们走，我舍不得你们。本来想过完这阵子之后，他就不追究了。烦死了，不讲了，不讲了。好了，不讲了，干什么呀？走，咱出去喝2口啊，高高兴兴散伙啊。何以解忧，唯有小酒。哎，今天什么废话也别聊了啊，喝醉为止。来，贾西西怎么还会跟那个报社的主编谈笑风生呢？我这也纠结呢，他不怕爆料吗？你们看吧。什么呀？我看看。哟，贾西西，只是屌丝难世界。屌丝难戒，明星提高网络人气。这下总算明白了，你前妻忒不够意思，忒不够意思。这澄清自己也不能往死了作践你啊！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贾西西即将有一部新戏上映。他玩命的诋毁小贱，就为了宣传自己的新戏吗？明星绯闻总和新剧播出同时出现，可能是为了电视剧的播出吧。没事啊。哎，冷静啊！这有可能。小姐，你就把那女的给忘了吧。
他就算长得跟天仙一样，跟咱没关系啊。好了，没事没事。今天开盘涨跌互见之后，走势出现了分化。英国跟德国的股市目前为升，德国再创历史的新高纪录。那么法国来啦！小健，你怎么了？姐，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不是你跟报社联合炒作吗？怎么现在变成了我借机炒作我自己了？我本来是要跟报社打官司的，可我公司经纪人还有这部新戏的制片发行，他们不想得罪这家报社，所以他们就达成了交易啊，要报社帮助炒作那部新拍的戏。你别看我表面光鲜亮丽，我也是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啊。一定要这样炒作吗？这不是作践自己吗？作践完了再澄清嘛。这个圈子不都是这样的吗？那是你的圈子，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一个屌丝，我的名义就比空气还轻吗？小健，这本来也没人认识你啊，就算你的新闻上头条，那也没人在乎啊。我在乎，我的自尊心在乎，我的那些朋友在乎。你朋友在乎？什么？你还让他们住你那？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你怎么炒作我不管，但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生活。小雷啊，你为什么老喜欢误解我呢？啊，你看咱俩既是同事又是邻居，起码有点信任嘛。我从来都没有误解过你，你在我心目中就是那个德行。他这已经算是认错了，千万不要要求太高。知足吧，比说我的时候好多了。哎，好久见呢。不能提啊。贾七夕有一粉丝团叫稀饭，知道吗？稀饭把他人肉出来了，天天在网上骂他，还扬言要打他。小健是把微博和博客都关了，现在连网他都不敢上了。啊，那可是个网虫啊！你不让上网不是要他命吗？对呀。现在明星上头条比打压房价还要难，过几天就被其他新闻淹没了。为那么一个女人，她背负骂名值吗？你们现在粉丝那么疯狂，她出去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完了，彻底打赏了。肯定的，都打成5.7了，能不上吗？不是这粉丝就这么不讲理吗？这么野蛮吗？没王法了吗？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啊？小姐，我看你最近还是少出门吧，不行就在家宅着。喝了这杯酒啊，这杯酒下肚，什么丑事全都烟消云散了，好不好？当年她不是这样的，她是我学姐。我们相爱了，为了他熬了2年，写了个剧本，他就通过那个戏火的，莫名其妙的就火了，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导演，这个剧本是我花2年时间写的，只要你让贾晓凤演女1号，我就免费给你用。导演，我可以零片酬出演。你转一转。啊。走。谢谢。让他演女1号呢，问题不大，但是你这个剧本问题很大，得改，你同意吗？只要你让他演，怎么都行。
那就定他了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他都这样没心没肺了，你还惦记他干什么呀？就房子嘛，大不了咱豁出去，咱不住了。对呀，不全是为了房子。当年最大的梦想就是帮他出名，他能走到今天，真的付出太多了，我不能毁了人家。算了，都过去了。谢谢你们这么关心我，来，干杯！来，干！上次哥哥给你闯了祸，心里一直很内疚，一直想做一件事，为你鸣不平。这不我就找朋友写了这篇文章，我没有真命啊。谁看不出来这是假兮兮啊？谁让你多管闲事了？我这不是为你打抱不平吗？哎，张总，您说。最近关于你的负面消息传开了，对公司的影响也很不好。我们正在组织删帖，找人写文章。不是，张总，您听我跟您解释是。谢谢，他来了。郝小倩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呐？想出名想疯了吧你？这么卑鄙的手法，相当于是踩着我的尸体在上位。我真是看错你了，白瞎了我这么多年一直这么信任你、关心你。你给我的是什么？你不要再说了，我就是要说。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有多大。你知道当明星的难处吗？婚恋史不能曝光，谈恋爱就得偷偷摸摸的，跟哪个男的吃饭都得被爆料。出个负面消息，找你拍戏的少了，做广告的也少了，沉寂1、2年，观众就把你给忘了。姐，这就是你当年想要的生活吗？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，我们俩穷的身上1分钱都没有了，饿着肚子，你在地上捡了50块钱，我们俩高兴的就跟突然变成了百万富翁一样。那时候你很穷，很辛苦，但是我们也很快乐。小姐，你不要再说了。当你走了这一步，是不甘心再回到原来的生活的。小姐，西西的意思是说的，人走到这一步，他不是为自己活着，名和利，身边的人，公正，粉丝，就像是一圈圈无形的手推着你往前走，想停都停不下来啊！这些你想过没有？姐，我不会让你受伤害的，这件事我会出面解决。你怎么解决？你只要记得，我不是为了房子，我还是希望你好。喂，是无聊吗？我是郝小健，我打电话给你只是想告诉你实情。
我和贾一西只是认识而已，我只是想借她炒作自己。对，我们没谈过恋爱，更谈不上结婚。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根本都不喜欢女的。西西，关于你的负面消息全都澄清了，你看。对。说点委屈，无所谓。行了行了，少喝点吧啊！你也不能这么糟改自己啊！你就为保这房子吗？啊？不是。当时的梦想就是帮他出去，我不能毁了他。那你不怕别人戳着你脊梁骨骂你吗？我是个屌丝，我不怕。男人活着就是个面子，你这以后怎么活呀？撒手来，让他好，我无所谓。他不行，我在想啊，这个事情出来之后，总得有人担着嘛，对吧？我担着。难道世间真有让人生死相许的爱吗？我错了，行吗？小姐，咱不喝了。男人也有这么痴情的。哥哥陪你回家睡觉啊，走，来，哥，等回家。睡觉了，回去睡觉了。哥，我要演一个，写一个，写最牛的剧。好，你写。没错，你这写的不靠谱。你叫名字叫什么？随便你写，想叫什么名字都行啊。前妻。再爱我一次。你有没有过那种突然想逃离现状的时刻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或者是没有计划的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？我跟你说，这绝不是逃避，适当的放空自己，才能让心里充满向前走的力量。哎呀，烦不烦呐？整天在这瞎转悠，非得豁自己的脸。真的这辆车真炫，这女好眼熟啊，好像是哪个明星。贾西西。对，就是贾西西。啊，谢谢你啊，还谢什么？你手连阵打的太帅了，我呀，就跟我游戏放大招一样，咣咣咣咣咣。行了，你疯了！你打个手连针，游戏放大招呢？哥，你让我放心了。你坐。你为什么还这么帮他呢？我不跟你讲了吗？他马上要演一个大导演、大电影女一号，这电影上映之后，她就是一线女明星。你就是个大傻子，你才是个傻子嘞！演艺圈的事情什么都不懂。他以前是不是小过股、毛过赛啊？我的妈了！你看出来了？傻子都能看出来。暴露了。
门口那卖包子的都能看出来，谁给他做的手术啊？是美容啊还是毁容啊？那怎么办啊，哥？简单啊，是拿一个那个锤子把他脸咵咵咵全部敲碎，重新再组合组合。哥，这种时候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，哥好啊！哎呀，行行行，我说你啥你还不信？有哥，现在只能先给他打个瘦脸针，你等他拍完这个戏，赶紧把他带回来，我好好给他翻修翻修，保证谁也看不出来。哥，我请你洗脚，赶紧把你我丑角给我拿下去。导演，我就是家里有点事儿，实在没办法去见您。啊，没什么大事，没什么大事。啊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不耽误咱们拍戏的事儿。7天之后，我一定按时到现场。好嘞，谢谢您，导演。哎，好好好，您先忙啊。好，哎，再见，哎。太好了，现在就等着你的脸给我恢复了。是啊，刚才你不是说我就只能手拍戏了吗？太好了。导任，哎，怎么觉得我的脸有点怪怪的？脸怪怪的，没有嘞。有吗？还蛮正常的嘞。你是不是感觉有点麻涩涩的？脸细的，还是硬邦邦的？哎呀，你别嘟嘟嘟嘟。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我也好像歪掉了嘞！走吧走吧，别看了，高哥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我姐贼歪了。你姐贼歪了？你别拿医学开玩笑啊！是你在开医学的玩笑吧？你到底可会打瘦脸针啊？废话，我都打了几百例了，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啊！那整个我姐贼歪了。你带我看看去。你学我啊，鼓一下腮，让皱个眉。吹个口哨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哎，高医生，吹什么口哨喽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逗我们叫西西玩呢？谁在逗他？我是在给他检查这个面部神经。逗逗什么呢？不用你检查了，已经这样了。佳佳，你别生气啊！你听我说，就是打瘦脸针的，确实有那个个别患者有那个副作用，但是用不了多久就好了啊。这绝对跟这个打瘦脸针毫无关系。哎呦，就是你打歪的，这绝对不是我打歪的。